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陈先生，30岁，来自辽宁销售；蔡女士，34岁，来自北京，金融投资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接受不了对方哪些缺点？他没有上进心，然后大男子主义，还特别要面子。我对他的付出，他也不认可。他总爱强迫我，让我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我思想包袱很重，压力特别大。你对他有怎样的期望？已经没有期望了，更多的是失望。他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佛系躺平。我希望我们能一直走下去，他能接受最真实的我，慢慢的好好相处。一个有期望是希望能一直走下去，一个压根连希望都没有，全是失望哈。你俩先说说你俩现在是啥状态吧？是谈恋爱是吧？对，还在相处中，还在相处中啊。恋爱多长时间啦？不到1年。现在就是相处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很幼稚，然后没有上进心，现在就处于一个躺平，然后安于现状的状态，然后跟他相处上有点累，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这份感情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哎，那你俩是咋认识？我俩是在一个投资峰会上认识的，然后他是跟他老板去参加这次会议，我这边是项目方，他们公司对我们项目感兴趣，就这样加上微信。他说你没上进心，你觉得你有上进心吗？这个我肯定是不认同嘛，毕竟我现在也有正式工作，然后我1个月也挣个1万来块钱左右，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叫没有上进心吧？可能我们之间这个收入有一点相差，但是我也没有啃老，我也没有说是啥也不干，我还上着班了。也对，你希望他咋样算是上进的？就我们现在都30多岁了嘛，我觉得更多的精力就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想法，就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也有一些想法，但是现在他都没有。然后我基于我工作呢，我这边有一些机会，然后还有一些资源，我就说会给他提供一些。前些日子就是我有几个投资人，然后人家也有这方面的意向，我说这不是挺好的一机会吗？我说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然后当时也答应了。然后到那天我就组了一个局，然后这饭还没吃完呢，人家跑了。为啥呀？他就说我的这个朋友，这投资人看不上他，对他说的这些项目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人家没有这个意思。我首先来说是这样，这个局呢，我本身我是不想去的。他觉得我跟他差距有点大。他身边朋友呢都是这个有头有脸的老板，给我带出手没面子，打着让我提升的旗号，带着我去见这个见那个。其实我本不想去，那饭局有什么可参加的吗？他理解错了。当时提前去的时候，我说咱们要去谈，你准备点材料，怎么想的都罗列出来，弄一个文字性的东西，然后到时候一起谈。他就说不用。他说他跟人家口述就可以，但是到了跟人谈的时候呢，人家一问三不知，然后越问他越不耐烦，他没准备充分。那你知道他其实压根儿都不想去吗？他一开始是想去的，他一听我说让他准备一些东西，他就不想去了。是这样的吗？当时我没合计他真组饭局啊，我以为他是随口一说呢。所以其实打心眼儿里面，你压根儿不认同他的这个方式，对吗？对，但没想到他真往那儿落实啊。我为什么老给他提供机会呀？就是他想法特别多，但是一落实到实际上面，他就虎头蛇尾了。之前他也跟我说，他有一些骑行队，就是车友队，他每周都会去骑行，然后他就发现这些骑友的车呀有损耗，然后他就想这块是一个商机，他就想做一些关于自行车或者是骑行服这方面的小生意。我一想他有这种想法不挺好的吗？我也支持他，当时我也挺开心的，我还给他转了1万块钱，我说那咱们就做吧。然后后来呢，没做几天，人家又不做了。其实这个也不是他说的不做啊。首先来说，做这块呢，我是拿它当副业来做。我做个中间商赚个差价，1个月能做一点呢是一点，做不了呢那就算了，是一个业余爱好嘛。但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那你之前总是说让我创业，我现在不想创业，我经过了一次失败，我没有从这个阴霾中走出来，我现在就想做点安安稳稳的事情，没有错。你老这么催我很难受。而且他很多精力都放在一些不务正业上面，比如他还买彩票，一买就买200-300块钱的。我就说这些精力他能不能去想想正经的事情？我给他创造了一些机会，他能不能就是仔细的去想想这个机会咱们怎么把握住？说白了就是他们2个人现在对未来的人生规划和目标不同。刚才说的那些特像老板和那个员工的那个规划，没啥感情事儿。咱说点感情上的吧，在一起这1年相处的怎么样啊？
他现在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他的骑行上面了。他现在有一个骑行队嘛，他每周组织一场骑行活动。然后我呢又是周六周日休息，他就合理的把我们俩能够共同相处的时间就安排自己的事情了。有一天周六，我说咱俩去看个电影吧。他说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要骑车。我说那你就去吧，你骑完了到时候再找我，咱们晚上再看。他也答应了。但是到了那天呢，我一直等他到晚上了，他都没联系我。中途我还给他发了一个信息，给他打了一电话，都没有回应。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自己去看电影了。到了我电影散场都8点多了，他才给我回电话。他说他骑车一直没看手机，然后后来人家车又坏了，他又给人修车。他礼拜六日去骑行，你为啥不跟他一起去呢？这多好的促进情侣关系。我劝他骑，他不骑。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一块。说白了，其实爱好不相同嘛，然后也不愿意去尝试。行，还有啥其他的矛盾？他现在还和一个女生合租啊？不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这个跟人合租，我不知道谁会来呀。前一个人走了，后一个人来了。那不是我能定的呀。但是我跟他说过，因为我在北京还有一套闲置的住所，我说不行，你就先去我那儿住吧，然后我也能帮他就是减轻一下住房上面的压力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人家就不愿意。首先来说，我这边交了房钱了，我现在退不出来。还有就是他那套房产离我上班的地方实在是太远了，我早上要倒了3段地铁我才能到，实在是不方便。那这些方面行都可以说得通，但是他还平时给那个女生做什么减脂餐，制定1周的食谱，他都没给我做过饭。合租的那个女生吗？对。哎，这不是说我给他制定，因为我自己健身，我减脂。然后那个食谱是我的，然后我们合租是这样，平摊水电费。这个女的呢，经常不在家，一个月可能在家也就10天左右吧。那基本上水电费都是我用嘛。那就是说我在别的上面弥补一点，她就看着了，说，哎，你吃这个，要不你给我带一下？我说那就是天窗快的事嘛，也没有什么麻烦的。不是，有的时候我去她的住所去找她，这个女生也在，我去了就跟我是客人似的，他们俩就招待我一样。那天我去了以后，就看见桌子上边有他们俩吃剩下的这些东西，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了：“那个晨儿，你去把这个收拾一下吧。”就她使唤他，比我使唤他都上手，就是让我心里面很不舒服。这个当然不舒服。这个绝对没有一个女生会感觉到舒服的。这个不是他说那样，就是说，你说你吃完了，我就顺手把东西收拾了，这个有。但至少说明你们2个人一起在吃饭啊。是啊。那您说自己的女友来了以后，难道没有看到桌子上有一瓶醋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这个女生就是哥们儿，我们关系好，人家有需求我就帮一把。他就是这种性格，他就是对谁都跟中央空调一样。然后包括他就老给那个女生修车，那个女生车老坏，老找他修，然后人家男朋友都过来找他，跟他宣示主权，人家是有男朋友的，你离他远点，他还不以为然呢。你这是太敏感，就是我们一个骑行队出去骑车，人家女生车坏了。我是组织者或者是旁边人，因为她有男朋友，就所有人都不管了，就都走。他为啥来找你啊？她自己在那儿。对啊，不是您的女友敏感，是别人的男朋友敏感。不，她男朋友就是那天回去晚去接她一下，哪不是敏感？对，她永远就是有她自己的想法。我给她说一个事情，她有1000个、10000个理由在这等着我。女人缘这么好的？对，她就是中央空调。哪儿中央的？那明明是对你最好嘛。你对他怎么好了？我到现在没听见。那之前他在他最低谷的时候，不是我去陪的他吗？一点点陪他走出来的吗？对，是一开始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我就是算我的至暗时刻吧。那段时间他对我挺上心，也挺热心。后来呢？后来他为你做什么了？后来他就真的也没有做过什么更多的让我觉得我有幸福感的事情。这位男士，我跟你说哈，就咱们还回到刚才你们俩一块吃饭，我特别相信第六感和磁场。一个女人的第六感特别强，她走进你们合租的地方，让她感觉到难受了，她使唤你，让她觉得自己很多余，这就是你的不对，真的。所以我就是有些疑惑，我是说他把我的位置放在哪儿？所以以此你觉得他的边界不是很清楚？对。除了你觉得他在异性的这个边界不清楚，你俩之间还有其他的矛盾吗？也有，他就是总是忽悠我。
他爸妈来北京就是看他，然后说知道他北京有一个女朋友，想大家一起坐下吃个饭。其实当时我觉得见家长有点太快了，刚相处没几个月嘛。但是我一想，人家老两口从老家过来也不容易，而且知道有一个女朋友在这儿，我要不出面，我觉得我这边做的不合适，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一开始都聊得挺好的，他爸妈也挺喜欢我，就觉得我也挺懂事，然后也挺优秀的，都挺开心的。但是后来他母亲突然问我说：“你都30老几了，怎么不考虑结婚的事呢？”然后我一听就不对了。然后我就跟他母亲说：“我说阿姨，小陈没跟您说吗？我之前有一段婚史。”哦，你有过一段婚史。对，然后他爸妈当时脸就变了，我一看就不对了呀。当时这个饭就吃得特别不愉快，因为之前我跟他说过，我说我的基本情况你一定要跟你家里说。但是他没说，我就觉得你要是不说的话，或者你家里要真的对我这种情况的女生有看法的话，那咱们就别聊了，对吧？就是他这种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妥，就是我不知道他前面埋了多少雷，他后面又要埋多少雷，然后未来如果遇到大的事情，他还会不会埋雷？我到时候还能不能再接受？不是说不跟他们说，就是原来我也有那个朋友，就是结婚跟了一个离异的嘛，我就提了一嘴。就是我父母的反应稍微有点大，所以说我准备就是慢慢渗透一下，就是做工作嘛。那不可能说是他们说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了，不能这样啊。其实是你明确的知道你爸妈是反对你找有过婚史的女性的，但是你自己不介意是吗？他们的反对吧，就是有一些反对，不是特别严重，就是需要做工作。但是我觉得你没必要欺骗我呀，我又不着急结婚，对吧？但是你现在弄得我很被动，我怎么再跟你爸妈相处？好像我让你隐瞒我之前的这个情况一样，就让我就很难受。这我认为你想多了，他是认为他自己努力的去做工作，但他没必要欺骗我。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突发的偶然的状态当中，把这件事情揭开了而已。但是他如果提前跟我说，我还没跟我爸妈说你的这个情况呢，那这个饭我是不会去的。你当时知道他的这个婚史的情况，你自己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想法吗？我没有什么想，我不会很介意这种事情。我觉得他心里是介意，是有芥蒂的，不然的话他没必要这样瞒着。那他的爸爸妈妈现在知道了你的情况，他们还支持你们在一起吗？我父母不经常提吧。只是会问我一些怎么样了，我说挺好，但是没有说不允许。如果你要是说你未来要娶她，你爸妈会同意吗？就是得做一点工作，不会很痛快的同意。所以其实现在爸妈对你的态度是先放任不管，你们俩先自生自灭。如果要是走到那一天再出来反对，不，就是先看看，他们就是先观望一下嘛。你有规划你俩的未来吗？属于怎么样规划呢？你们两个人相处大概多久？要谈婚论嫁？我想要明年吧。你想明年？时间表都有。你的想法呢？我今天的想法就是，我这份感情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我觉得很累，跟他在一起。所以你今天来我们节目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老师们帮你分析一下这感情要不要继续下去。对。那男生你呢？其实我没什么想，我觉得他都是小题大做。再就是他总是。哎呀，把他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就有一种上下级的这个感觉。我看着也挺像。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已经不会做我自己了。但是你依然坚定的要娶她。我觉得这些我可以克服吗？你可以克服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说两个人在一起就肯定哪儿都合适，都不吵不磕不碰的，那这些东西磨没了不就好了吗？至少在原则性问题上你是接受的。我可以接受啊。他有过婚史。可以，年龄也比你大，是都可以啊。知道你们俩的诉求之后就好办了。我们先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徐先生和王女士，你俩怎么看呀？我觉得吧，就是怎么说呢，男生吧，你这真的是女生都给你那么好的机会了，你也抓不住。不是说我不抓住这个机会，只是说我现在还不想再去2次创业，创业失败了1次之后，那不从底层做起。不对吗？那你说你干啥行啊？你干啥行啊？你告诉我呀！我干啥不行？我一个月挣1万来块钱，我干啥不行？你告诉我，1万块钱多吗？我问你呀。你挣多少钱？那我现在能告诉你吗？我想替这个姐姐说个话，人家费那么大心思组织酒局，你这还不参加，还给人走，让姐姐多没面儿呀！合着你俩都帮她的，都帮女生的是吧？我感觉是姐姐更占理点。我觉得女生真的是，你说女生都使这么大劲了，你说你一个当男的，你说
你说你怎么回事这是啊？我就纳了闷了，我有工作，我没啃老，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我怎么就不行了？其实这样，你们两个其实不太合适的。他其实就想要一个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他并不想过任何现阶段来说他冒不起风险的事情。他其实是一个可能比较知足常乐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就确实是这样，就人家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然后就没有必要说对我挑三拣四的，而且这个事情又不是我自己想做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对象的样子。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咱们现在确实是离异带娃的状态，就是以他现在这个状态，他有没有办法以后很好去照顾你和你的孩子？你需要的是一个内核特别强大的男人。我觉得就是这小弟弟。谈恋爱可以，他人挺好一个人，但是你说让他现在扛起来这个责任，我觉得他现阶段没有办法扛起这个责任，因为他跟你无法共情。一个男人他跟你无法共情的时候，说明他是向上仰视你。一个男生向上仰视你的时候，这个女孩就会特别累，就是你未来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成长，这个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很勇敢的在他的父母面前说出来说你离异这个事情。但是你要，就是说话有的时候就是也要站在他角度去想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要去考虑说，哎，弟弟他做这个事情，归根结底可能还是想要跟你有一个结果，就是很多时候他出于好心会办很多坏事，在你眼里看来，因为你们俩现在成熟度不在一个层级，所以我不建议你现在去跟他结婚。那说男生小陈，你应该非常直接的告诉姐姐说。我现在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我说了，但是你要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你们有没有发现你讲话经常别人听不懂啊？啊，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怕会伤害他。但是你不说实话，或者你不一针见血的说，你会给别人希望。我告诉你，你们俩的恋爱成本他比你高太多了，他要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你无法想象，你没有经历过。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人生履历也是不一样的。你不知道他上一段感情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阴影。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唯一能够让他跟你走下去的动力，就是你绝对坦诚、绝对真诚。我现在觉得你对他不够坦诚、不够真诚。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为自己的躺平去让你的情感来买单，知道吗？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择业选择，但你不要去拖累另一个人的人生。这也不是爱，这绝对不是爱。最后我要说的是，就是一个你最大的原则问题。我觉得你现在特别不适合结婚的点是，你居然可以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同居，这个事情我觉得匪夷所思。不是都说了，这个合租是人中介找，那人家女生进来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如果真的这么爱他，他不舒服了，你这个钱不要了，你不要这个钱了，你重新去租一个房子，不是做不到的。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你爱的代价就这么小吗？你这个权衡利弊也权衡的让人太难受了。你们两个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你让你的女朋友怎么想？你换位思考她了吗？那我说我等这个房租到期了不行吗？不可以吗？谁挣钱容易吗？那所以你看他在钱和你的感受，这是他选择的钱嘛？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这种浪费啊。所以他就应该觉得他不应该选择你，他要选择的是一个愿意为他舍弃这个房租以他为主的人。好。你家是个儿子吗？啊，女生，女儿。我给你2个建议。如果你想给你接下来一段时间以及未来你的女儿找一个很好的陪伴的话，之前的他是特别适合你们的，因为你本身之前找的就是一个暖男，但是你后来跟他谈恋爱过后，或者等到你疗伤过后，你的人生方向变了，也就是我给你第2个方向，你可能需要找一个愿意跟你共同去打拼的人，可能跟你共同打拼，或者你能够让他去打拼。但是很抱歉，你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因为你没有投资眼光，你并不知道他是否适合去创业，你也不知道他的能量是否能够把这个创业项目做好。他曾经有过创业经历，不代表他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创业者需要具备的，第一有想象，第2能落实。他做不到落实，所以我说你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你没有一个好的投资眼光。你如果去逼着他去投资去创业的话，他注定会失败，你注定会失败，你们的感情注定早就没了。他要是早听你的去创业，你们俩早散了。所以你得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生活。你就想要一个陪伴你的，能够知冷知热关心你的人，他适合。
接受他这种放松的生活状态。但如果你说不要放松的生活状态，我需要的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创业，我需要是我老公可能在前面受人仰慕，他不适合，那你直接选择就好了，你无需等待他改变，他永远改变不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生有一点最好的吸引你的地方，是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人，因为他不会被别人所说的一些话所改变。我不要你给我房子，如果他真的住到你房子里面去，你早看不上他了。如果这个男人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觉得没意思，天天黏着我的男人有的是啊，北京不是没有这样的小弟弟，你也看不上。所以因为他有独立的状态，他有他自己独立的想法，你才觉得又放不下他。但是你自己内心里边，到底是要一个拼搏的事业型的男人，还是想要一个温和的陪伴你的男人，你自己不清楚，所以你才会不断的逼他改他，但抱歉他改不了。所以对于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生？你是喜欢一个精英型的姐姐，她可能有她的想法，她的工作能带给你很多的激情，她有很多的在工作方面她稳定的情绪状态你不具备，你是知道的。在投资人面前肆意离开，你太不给面子了。我甭管你做不做那个项目，你曾经是创业者，你在那个饭局上你说不出来，那你就是在职场上面有问题的。所以你欣赏他的那个理性的状态，但是很抱歉，你都知道他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你不如清晰的表达。你说我欣赏你，我喜欢你，但可能我永远做不到你想要的一个精英的或者一个创业的男人。也许我10年过后，也许我可能突然醒悟了，但也许我可能永远做不了。你们两个不妨讲清楚以后，各自做选择。虽然选择很痛苦，但是选择过后，你们才能获得你们想要的爱情，或者才能获得你们想要的人生。还有，带他见父母太早了，没到那个时候呢。除非你真的是想清楚了，这个女生我能够搞定我的父母，结婚就算了吧。你俩这个状态，我觉得，结婚是没必要，而且也结不了，因为很多的现实具体的情况都没有想明白，没有想清楚。你觉得你父母是慢慢灌输能接受的，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这可能会是一道很大的障碍。总之，你现在的这个能力是达不到，是需要很智慧的一个男人去解决这些问题，你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结婚这事儿算了。那接下来说谈恋爱的事儿，你们俩其实就很多的问题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他就是一个觉得现在的小日子过小日子就好的人，你是一个需要生活有目标有规划的，甚至你觉得如果没目标不努力没有规划，他就是躺平。可是在他看来，他现在的日子过得他没有躺平啊，他依然每天在上班，他还可以说我很阳光积极，我拜托我周六日还要去骑行啊，我怎么躺平了？就他的生活他是有规划的，他没规划他礼拜六日干嘛去骑行啊？这也是他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这是他的三观，你的三观是那样的，所以你现在就已经开始用我的三观来绑架他的三观，所以你不舒服，你累，他也不舒服，他也累。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一开始爱上对方是带了滤镜的。其实当你真正发现时间长了，这个滤镜摘掉了之后，你并不爱对方。很简单的一个点就能看得出来，你们恋爱才不到1年的时间。如果是真的很喜欢对方的那个人的话，他在他周末去骑行的时候一定要加入的，因为我要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你的想法。而他会有什么想法？我这刚谈恋爱，这1年我得先陪我女朋友，我骑行先放一放。就是两个人都是相互迁就，相互要往一起腻乎的那个状态，你俩没有，就是你们两个人没有一种链接，这个链接叫爱，那就分开吧，没必要强求。我觉得他俩总体听下来，我认为他俩是互相还是喜欢的。我觉得彼此之间是有真心在的。可能从相处模式来说，有的人觉得你俩像姐姐带着一个弟弟，有人觉得像领导和员工。但是相处模式它不是一道数学题，没有合不合适，只有愿不愿意。所以说，通过我的感受，我觉得他俩是互相还是喜欢的。至少男生还有畅想过你们的未来。然后呢，总体听下来有3点吧。第一点就是事业，其实女生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她是希望你更好。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到女性离婚这个
女性离婚，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一件事儿哈。一个女人，她独立、自信、优秀、漂亮，并且感情她能够拿得起、放得下，怎么了？有什么可羞耻的呀？谁的青春没有伤痛啊？还有就是，男生中央空调合租的事儿，钱呢现在是可能比较难挣，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啊，在生活中间。但是你要把握这个尺度，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合适。真的不合适，我觉得你俩现在不合适结婚，但是合适谈恋爱，因为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好多人刚结婚，哎呀，我明天就去领证啊，特合适，哎呀，半年就离婚了。好多人从来没有领过证，可能他俩过了一辈子，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所以就听天由命吧，我觉得就是过好每一天，只要你俩真心喜欢，哪怕吵吵闹闹的，即使有一天分开了，你俩也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就 OK 了。人生没有对错，怎么选择都有遗憾，这就是我的看法。确实，男生30，女生34，我认为你们2个人还真合适结婚。虽然时间恋爱只有1年，女生是做投资的。所以经常渴望着去投资别人，尤其想投资自己的男友。你刚才口口声声说，这个男人躺平，这个男人不求上进，但是我听你举的这些例子很苍白。确实，很多人说一个男人，我可以没钱没房没车，但不能没有上进心。但是在他身上，我看到的那点阳光还在。那点踏实还在，那点上进他依然在。但是你呢，对他期望值也很高，希望他去做这一个风投，去做那一个风投，但是他不愿意。这就如同你不愿意去骑行是同样的道理。我从哪一点看出女生对男生依然是有爱的？她的女人缘，你暴跳如雷，耿耿于怀，这说明这个男生是走进你心中的。如果你对他的爱是迷茫的，你根本不在乎，走就走了呗。但是你没有，男生对你的爱，很显然，他连怎样的小心翼翼的去说动自己的父母，他有自己的规划想法。但男生有一个问题，确实和异性合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心底无私天地宽，但是你不是异性绝缘体，万一有一个擦枪走火，后悔来不及。所以求同存异，有问题我们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信心，那就走进婚姻呗。启飞老师观点还挺不相同的。你看，我就觉得没爱，一开始是带爱的滤镜。于老师就觉得你们有爱，白老师也觉得你们有爱。我依然保留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有爱。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再好好想一想，反正也不着急结婚嘛，对吧？也不是此时此刻，我们再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好啦，我们准备期待一下结果。3、2、1，请开门。我真的蛮期待他们出来啊！我也期待他俩出来。你们的期待落空了，我期待他俩出来。不合适，对我也觉得不合适啊，没了。我期待，好吧，我也是期待。祝福他们吧。这个结果不一定代表分开啊，可能还需要再考虑一下。但只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不决定在一起哈。